你从小就在我身边，我知你成熟可靠，但是他关系重大，若出半点差错，影响大局，我也只能杀了他。属下多年来时刻谨记大人指示，他如今学帝小姐已有8、9分像。那你可知道，今日他下错一次？属下每日督促他学习也很是勤勉，只是他的悟性终究不如帝小姐。无妨。若他棋艺不精，以后便少在人前做棋。是。你要永远给我记得，她是我的一个棋子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。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不好的局。属下铭记在心。子渊，我若要保你周全，是不是该敛藏眷恋，以免陷你于不测之缘？旁人知道是近乡情怯，却不知我连见你一面，也要千丝回虑。你等了10年，我送你一个如期归来的弟子渊，你可还满意？会不会失望？我真羡慕弟子渊，他有太子等他10年，还有那么温柔，又疼爱他的明熙哥哥。不过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他有的我也会有，他没有的，我一样也会有。你喝多了。青，你也喝一杯。我第一次喝酒，原来这酒这么好喝。你别喝了。青，我尝过了甜，就不想再吃苦了。我想成为真正的弟子渊，大晋的太子妃，京城中最让人羡慕的日子。眼下帝城人倒也算安分，最近几日，他待在元水阁里，并无迎来送往，日日抄写佛经。我儿时却没有这等爱好，不过10年青灯古佛，也确实由不得他。皇宫是何反应？毫无反应。韩月、安宁至今未去见他，太后则力主古婉莹参与选妃，焦灼之下，竟风平浪静。如此，看来韩仲远的后手马上就要来了。没错，韩仲远不喜帝家女，可以更容不得古云年之女入主东宫，他会物色更有利的人选。左相的意思是，让北秦也参与选太子妃？
陛下，北秦与我大晋边境接壤，纷争不断呐。自帝家勾结北秦，全族被诛之后，我大晋与北秦通商交好，使得边境安宁。可只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依臣所知，北秦自前年起旱灾严重，边境纷争复有加剧。若此次能借太子选妃之事，缓和两国邦交，避免纷争，对我大晋及子民，未尝不是一桩好事。继续啊。北秦的莫双公主正值韶华之年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也与太子极为相配。好，那就宣诏请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。更多人参选太子妃，反而会分散大家对你的注意力，你就更安全。只要有假的弟子缘在，无论谁看我都是一介水匪任安乐，垂涎太子的美色和权贵，直奔太子妃而来。谁会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弟子缘？子源，子源，弟子源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如此陌生，依稀哥哥。但这名字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在靖南的日子。子源，你还记得靖南的长丝花吗？是我父亲为母亲种的花，小时候花园里看若漫天繁星，只是入这京城之后就再未见过。复仇之事事关8万人的清白，我们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既不知成败，也不知此生命归何处。至于这长丝花，更是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。密西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子源，小时候你问我，是地下的人还是你的人，我的心意从未变过。你究竟在想什么？殿下，怎么自言自语啊？这没别人啊。子源归京，唯一登门的，就是他的旧尉骆明熙。他受了莫大的折辱，改名下山。现在在京城，有一个人孤苦伶仃。那殿下为什么还不肯去见他？我们之间已隔了太多。若想韩帝两家彻底和解，那你与岱山那位成婚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太子妃必然是弟子缘。太后可是有消息，要宣我入宫了。你抄再多的佛经，也是讨不到太后欢心的。我既不是权倾朝野的忠义侯之女，也不是金尊玉贵的北秦公主。一个罪臣之女，除了能诵一些自己手抄的佛经之外，还能如何？过去的旧事，今日可温习过了？
背了10年，早就熟记于心了，连与他最亲近的骆明熙不都没有起疑吗？朝堂中人深不可测，你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母亲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抄完这份便去背。如今太子殿下非我不娶，与他自幼交好的骆明熙也对我照拂有加，只要我讨得陛下和太后的喜爱，太子妃之位就非我莫属了。你不要再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了。可岱山上的10年囚禁，和如今的奚落和轻贱，就本该属于我吗？狄小姐，太后宫里来人了。这一局你的棋逢轨道，虚虚实实，下得不错。然而比起大人，还是棋差一招，最终落得满盘皆输。要是帝承恩啊，有你1半的悟性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或许那位棋艺不高，并非悟性的缘故。千月阁的消息，他将这些时日手抄的佛经送去了太后宫里。那这么看来，他所图的不仅是自由。母亲，太后派人前来传话。太后夸我字好，要我为新建的刑部大牢题字。她终于认可我了。你可知道刑部大牢是由靖安侯府改建的？靖安侯府荒废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不正好是物尽其用的时候吗？你如今是帝子元，靖安侯府是你的旧居。想当太子妃的时候，我不是帝子元；想题字的时候，我又是他了。母亲，眼下太子殿下迟迟不来见我，太后也因我身份作此刁难，万一我夹在中间两头得罪了，我就要重新被遣回岱山，从此我就永无下山之日了。麻烦过一下啊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北秦人来了。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，这应该是先前的时辰。大晋北秦虽止戈，但不慕至此还甘愿俯首参选。你对北秦的消息倒是灵通。我随将军驻疆，耳濡目染下，自是对北秦上心。是吗？是的。你也是言过其实。北秦诡诈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听闻他病了，你还推脱，不肯见他一面。你对他也是狠得下心呐。你觉得他是真的生病？靖安侯府改建让他来题字，
如此作践于他，相比改名，有过不及。所以如今朝臣上奏，此事算是暂且结果。只是若非子元非要给太后送些佛经，也不至于引火烧身。不过我是没资格说什么。当年若不是我将帝家旧剑献给陛下，如今我哪有资格坐在这儿跟你促膝长谈呢？是不是？经历此事，我反而确信，他心性即便10年磨砺也未改变，改名也只是一时权宜。他到底是不能跟这弥天血债和解。我听你这话暗示颇多啊，你是觉得我骆家的归顺也是权宜之计，并非真心实意臣服于当今的陛下吗？你我皆是局外人，与他的亲历，岂可相比？看来殿下因此怯于见他。其实你当初将他保下来，已属皇家厚德仁慈。如今倒实在不必将太子妃允诺贯彻到底。骆明熙，你在激我。我对子元从来不语，只是眼下他已归京，我更需筹谋周全，好保全他的太子妃之位。如何去做？接下来宫中将举办选妃大宴，在这之前，他若是能不惹人注目，一切便能水到渠成。如何哀悼？是啊，度日如年。但我若迫不及待，他必成众人眼中钉。殿下派去的暗卫，可也拦不住太后的懿旨。我的暗卫，似乎总是派的不够妥当。指人安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既对北秦求亲置若罔闻，又不去看子元，你心念着被一钩记起的，不就是他吗？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凡俗之情，离太子妃之位总是最远。我不是说我对他动情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眼下选妃纷争，毕竟关乎江山社稷严根，人人都想入这个局，人人都有图谋。你想想，若是你因各种顾虑不愿意出面的话，他便不在风口浪尖之上，也有可能被有些人溺于水面之下。人心呐，从来莫测，多考虑清楚吧。日头这么烈，骆明熙，你大可不必送我。是骆大人。不过太子殿下还是如此细心呢。这京城向来此时日光最烈，今年看来又是干燥苦寒一起扎堆到来，但此时却是靖南长刺花开的最好时节。靖南从无严寒，不似京城，只是你我常年身在此地，也早应该习惯了。你这几日记得添衣。有劳挂念。你在做什么？起风了。看来这京城的风波漩涡，比想象中来的还快。殿下快回去吧，待会儿有大风雨。请。伞给你了，记得还我啊。太子殿下，好像要下雨了，让我搭个车吧。
殿下，你刚迎来帝小姐，眼下又多了位北秦的太子妃候选人，可是欢喜的紧啊！任安乐，不要胡闹，我至今还未见紫渊一面。殿下这么说，难道是在向我自证清白和决心？那安乐可要心领了呀！你，眼下又多了一位北秦公主，我深知大秦太子婚事即国事，只是如今却也实在为难。哎呦，好大的雨啊！哎呀，太子殿下嘴上为难，人还是主动的倒向了安乐这边嘛。把水擦干。我是怕你因风雨着凉，大理寺事务无人打理。打理那些事务，还不是为了给太子殿下解忧？你既为难，那不如让解百忧的安乐搭把手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听闻北秦公主到了之后，陛下将为你举办一场隆重的选妃大宴。为防止你怯场，明日我们在凌香楼演练一番，你觉得如何啊？荒唐！毕竟选妃宴上，殿下眼里可就未必有我这个任安乐了。又一年了，若不是这幅画，哀家都快忘了你的音容笑貌了。13年前你离去时，也是这种糟糕透顶的天气。当时我就在这里苦苦的等，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你的遗照。如今连帝家孤女都下山了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善待她？为了帝家那个女人，你一向最是偏袒他们，可你从未惦念过我一分。说来，帝承恩今日有何异常啊？他虽侥幸逃过题词，但诵的佛经倒是比之前更认真了些。哼，究竟是虎是猫，哀家还得亲自瞧瞧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有人潜入我房中？帝小姐，什么事？帝小姐，太后娘娘传来懿旨，让你过去见她。太后娘娘愿意见我了，想必是对我的字很满意。皇家这道门，终究还是为我打开了。皇祖母一定会为难紫渊的。紫渊是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。帝小姐呢？被太后召进宫去了。
哀家一心礼佛，倒是忘了你还在这跪着呢，委屈你了。起来吧。太后能见承恩，是承恩的荣幸，跪再久都不会有怨言。今日哀家把你叫来，你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太祖的忌日。承恩这些年一直在岱山上手抄佛经，一是为了太后祈福，二是为了祈愿太祖保佑大晋江山万年。是吗？是。拿来，给哀家看看。帝家谋逆，论罪当诛。陛下能留承恩性命，承恩心存感激。你真的是这么以为的？是。帝家的罪孽，承恩只希望用余生能还清一些。哼，你这孩子倒是懂事啊。看来，这岱山的水土，确实是比靖南的水土要养人呢。子渊，这不是你，你怎么可能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将军，你在这里守了一天，发生了什么？您为何如此失神？我亲眼看见他对太后卑躬屈膝。他本不应该回京的，他不知道要面对什么。将军不必过于忧心，太后到底是后宫之主，行事……冷北，你不了解太后，也不知道她曾经都做过些什么。我自幼长于她膝下，可如今连见她都不愿，不敢。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只是在太后寝宫外跪得有些久了。先进屋吧。为什么擅自进宫？太后的旨意来得急，我找不到你，又不敢耽误。你可以躲起来，可以装病，可以等我回来之后再做打算。可那是太后，是京城中最有权势的女人。太后可以给你荣华富贵，却也可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横死在宫中。那就算我受伤了，不是还有你保护我吗？帝家有8万将士，尚躲不过天子之怒，我不过一介匹夫，护不住你。母亲，母亲，我入京时看到别的侍卫剑上都有这个，
我就想，别人有的东西，你也要有。你每日深夜才睡，就是为了编织此物？我身世孤苦，直到上了岱山遇见了你，才算是有了亲人。我病了是你照顾我，我想摘挂到树上的风筝，是你背着我。就连我第一次来月氏，害怕的不知所以，也是你安慰我。我不知京城有多大多危险，但在我小小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。穆青，我可以一直依靠你，对吗？古余年果然不肯死心，太后对帝承恩接连刁难之事，背后看来似乎也有他的影子。只是古婉莹声势渐微，怕已成定局。那是因为他在选妃乱局之中早无优势，哄得太后支持又如何？牵扯到国本之事，那韩仲远必然会慎之又慎。若非北秦公主参选，他说不定更忠于你。可韩仲远却净做官虎斗，将压力和纷争都推给他人，倒是为难了那位好储君。因此我约他明日赴宴，再试他一试。这个不妨先熟悉一下如今各朝臣的动向。太子选妃果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这些动作，包括左相，本不足为道，但却可能逼得帝承恩去铤而走险。太后显示对我不满，太子迟迟不来见我，我不能再等，我必须主动出击。今日我需出门一趟。母亲，我现在有几分像他？形似，神却不似。这世上哪有不会变的人啊？听说安宁公主小时候也是娇滴滴、怯生生的，现在不也成了豪放不羁的将军吗？那可是岱山10年呢。他们该不会奢望还能赢回一个骄傲如初的嫡子园吧？无论如何，你踏出这扇门要面对的不是我，你自己要小心。母亲，我知道，这世上我再也遇不到比你对我更好的人了。靖安侯府到春天便会开满海棠花，太子殿下甚是喜欢。殿下，帝小姐都已经下山了，你为何还要继续收帝家的东西啊？她昨日被祖母叫去刁难，我不能再坐视不管，必须要表明态度了。那殿下这回要亲手把礼物交到她手上？殿下，帝家家主的字画被一位姑娘看上了。姑娘？不会又是安乐姐吧？嗯？冒昧打扰，
此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不知姑娘可否将它相让于我？此字对我来说也意义非凡，乃是我姑祖母亲笔所书。若是殿下喜欢，承恩可以忍痛割爱。不必，子渊，此物本就是要送你的。子渊，你头上的海棠花很好看，依稀还是静安侯府旧时的模样。殿下，陛下已经赐名承恩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子渊了。哦，也好，以后我便唤你承恩。殿下，这位就是你心心念念10年之久的帝家小姐吗？啊，这是温硕，你们之前从未见过。早就听闻温公子大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殿下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在外面候着。好。若是禁言还活着，应该和温公子一般大了吧？你之前将禁言托付于我，是我没能照顾好的。是禁言无福，我没能看他长大，与殿下无关。但寒夜，如今帝家只剩我弟子元一人，你认为我还能当你的太子妃吗？殿下，我们久别重逢，可否送承恩回家？自然。殿下慢走。殿下，您可算出来了。安乐姐他们怕不是在凌香楼等着急了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殿下，今日难得见一面，承恩已是心存感激。若是殿下有事，承恩便不再叨扰。无妨。文硕，你找人给他们赔个罪，说我有事，不能敷衍。哦，好。太子哥哥平日从不迟到，怎么今日去采薇轩去了这么久？想必在这席上有他不敢喝的酒，不想见的人吧。大人，太子殿下今夜不来了。为何？殿下在采薇轩遇到了帝小姐，随后便送她回府了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原来在这采薇轩才有殿下想见的人呀。下次再见到殿下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喝他和帝小姐的喜酒了吧？安乐，我始终相信你和哥哥才是良配。至于子源，你无需过多介怀。你放心，我既然能拿出这3万水师来求太子妃的位置，我定然不会轻易放弃。今日有些乏了，这酒留着下次再喝。好。殿下，刚见到的那位，真的是你口中常提起的帝子元吗？我怎么看着不太像啊？他的眉眼确实是记忆中子元的样子，可他的性子竟让我生出陌生的荒谬之感。
跟安乐姐一对比，是不是更显得她不合殿下眼呢？荒唐。安叔，你最近可有想起小时候的事情？小时候啊，我小时候染过一次风寒，去了半条命。在那之后，我5岁之前的事都记不太清了，我只知道后来遇到了殿下。记不得就算了，以前的事无关紧要。那既然是无关紧要，为何殿下迟迟放不下狄小姐？殿下与帝承恩在采薇轩的事，已经传得京城中人尽皆知。众人都念及他10年的圈禁之苦和殿下数10年的执着，都感叹2人缘苦情坚。他在赌局中已经名列第一。那批新到的古玩是怎么回事？是穆青送出的消息。你先下去吧。你不是说过帝承恩越受人瞩目，我们在京城的身份就越不容易受人怀疑，也会越好行事吗？为何你现在看起来忧心忡忡？问题是，这并非我布的局，他已经脱离了我的掌控。区一个孤女罢了，成为不了我们的变数。可他在寒夜眼里是帝家唯一的后人，你觉得以寒夜的聪慧，10日一场，他会看不出破绽吗？不过，这也未必是件坏事。舞弊案和江南水灾案之后，古余年在京城的势力一落千丈。如果他想东山再起，也只能全力谋划着东宫妃位。如今北行公主未到，帝承恩的声势最大，再加上10年前的旧事让古余年有所忌惮，我们不如这个时候除掉帝承恩，再嫁祸给古余年。不可。我们的刀要对准敌人，而不是无辜之人。既已入局，哪来无辜之人？他帝承恩今日能算计寒夜，明日就会为了太子妃之位算计你。他本就是无辜之人，是我们把他卷入这局中。如果他非要争这太子妃之位，那也是因为我们把他逼到了这一步而已。但人心叵测啊！你想想，当年帝家就是把江山让给了韩家，但最后还是落得满门抄斩。自古都是一将功成万骨苦。你心疼他，那谁来同情帝家8万人的冤魂呢？若我为了达到目的而牺牲无辜之人，那我和韩仲远又有什么区别？就算我的复仇能够成功，我父亲他也不会开心的。好，这一步我可以按兵不动，但如若日后他再有扰乱我们计划的动作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他。放心吧。有明熙哥哥坐镇，还有我任安乐出马，我们的局，岂是他区一个帝承恩能够破得掉的？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就是不知道任大人还能坚持多久。我能坚持到当太子妃，那我是不是离这里又近了一些？来世再相互，一生一诺情深，又怎能不负？愿一次相拥换100年孤独，别是我今生。殿下，看来真是京城所至，今世为开啊！你心心念念的画作也快画完了呀？你要是有这觉悟啊，如今就应该在房间里面好好读书。快去！我这不是怕你心情不好，特意过来陪你解闷。去！哎，你推我干嘛呀？我就是过来陪陪你嘛。书，哎，我都读完了。
陪你一会儿，哎，陪你一会儿。快点儿。差一点画成了他的模样，只是可惜，他不是子源。太后娘娘，北秦公主已经进京了，陛下安排安宁公主明日去接待莫霜公主。安宁自小与我亲近，可自打10年前生了那场大病后，就与我格外生分了。她是公主，本不应该去戍边。她喜欢自由，就由着她吧。只要人能平平安安的就行了。你说这北秦公主刚来，就溜到了集市上？据说这北秦的公主是听闻咱们大境的集市热闹非凡，所以才想出来看看。看来你对我的话倒是上心啊，竟特意打探消息。北秦此番求亲，细想着实扑朔迷离，属下当然要尽力去查探。等接到了他，再试口风。哇！冷北，属下失职，还请将军责罚。将军。你是安宁公主？你是？我是莫霜。早知道是安宁公主来接我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安宁公主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请你吃糖葫芦。我不吃这个。那这样吧，那边有点心摊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我们将军素来不喜与人接触，还望莫霜公主不要介意。对不起，公主，我是习惯与人亲近了。那请公主带路吧。嗯，好。真好吃。莫霜公主买这么多点心，都自己吃？我一个人独吞好像是不太好啊。那这个给你，安宁姐姐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。安宁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我有个哥哥，年纪跟他差不多大，而且啊，特别凶，所以他一说话，我就吓得忍不住照做。还是安宁姐姐厉害，你呀能镇得住他。哦，对了。安宁姐姐，这大境还有什么别的好吃好玩的？这大境嘛，你不必关心大境风物，那些落花秀、花灯节，还有几个月才到。哦，安宁姐姐，你是心情不好吗？那要不然我来替安宁姐姐解忧吧。将军，您心情又不好了。我只是不能接受，他是北秦人。你们看，这两个哪个好看？就这个吧。喏，我特地买了龙凤配的糖画送你们。什么龙凤不龙凤的，糖就是糖。
可是有什么消息啊？太子妃赌局，莫霜公主有人下了重注。看来又多了一位强劲的对手啊！得找时间见识见识这位北秦的公主才是。哥，我不是让你在北秦等我回去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哥哥，你让我来大京嫁人的吗？难道是有人假传了我的书信？哥哥，就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只想陪在哥哥你身边。哥哥虽然不能每天都陪着你，但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嫁给大晋太子的。啊？因为这个大晋太子啊，很丑。哦，那好，我不嫁，我听哥哥的。其实政治啊，都是靠实力说话，和亲只是下策。算了，国事复杂，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国事莫霜的确不知道，但是莫霜知道明天是内城大集，肯定很热闹。不许去。街上人多，危险。可是安乐姐姐约我去的，我听那个说书的人说，她又会搅水匪，又会破大案，她这么厉害，肯定能保护我。任安乐？他想干什么？公主，这是朝中大臣们送的礼物，真的？我看看，这是左相送来的，好漂亮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左相安排。任安乐钟情于当今太子殿下，殿下却对那帝承恩痴情不已。如今帝承恩在岱山上被囚10年，近日与太子殿下在采薇轩前相见，二人是执手相看泪眼，叫人不胜唏嘘啊。可听说北秦公主也来了，她还能凌驾于2国利益之上。这不说太子妃说到底是殿下，肯定是没戏了。殿下喜欢，其他人也没办法呀。那选妃宴没悬念了。哎，母亲，你听到了吗？殿下眼中心心念念的人，就只有我，帝承恩，不是帝子元。我只看到在殿下眼中，你只是帝承恩，不是帝子元。那有什么要紧的？现在殿下眼里就只有我。我失去了10年的自由，这些是我应得的。母亲，你的眼里也只能有我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见安宁公主。她又是接待北秦公主，又是重压任安乐的。若她能改支持我，我离太子妃之位就更近了一步。安宁，子元，我是承恩，你可千万不要叫错。承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了这么久，迟迟也见不到你。今日在采薇轩见到殿下，便想着来看看你。太子哥哥对你的执着只关乎承诺，你也不要多想了。我知道，隔了10年，许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了。
就像太子殿下看我的眼神，也如你一般陌生。安宁，有件事情，我想请你帮帮我。何事？在太子妃之事上，助我一臂之力。陛下如此折辱你，你还心心念念着太子妃？安宁，我真的不想再回岱山了，无依无靠，生不如死。岱山上的10年，真的太苦了。对不起，这10年，我也不敢想象你是怎么过来的。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至少我们现在还像以前一样见面了，不是？紫渊，不要再卷入皇家是非了，好好的活着。莫霜的背后有北秦，古婉莹的背后是我的皇祖母，钟景的背后是江南望族，可你的背后又有什么呢？可是任安乐呢？他不也是一无所有？任安乐的背后有3万水师，他是可以和太子哥哥并驾齐驱的人。你是吗？紫渊，原谅我对你说了狠话，因为我绝对不能再让你陷入险境。安宁，你不帮我，有人帮我。一介罪臣之女，在岱山上关了10年，仅靠一道遗旨就能够入围选妃之列，还是大热人选。侯爷莫急，她如今没有帝家军撑腰，一个孤女，就算在这京城，又能苟活到几时？我得到消息，帝承恩经常上街，街上车多人多，让她出个意外并不难。因江南与科考之事，陛下对我颇为厌烦，朝中重臣更是不少落井下石。如果此时动手，岂不授人以柄？侯爷所言极是。来看一看啊，胭脂水粉。小姐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小姐，这个真适合你。姐姐带你们去那边好不好？好。糖葫芦。够了吗？够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母亲，你看，这些小朋友，还有那些姑娘们，他们多开心啊！这里哪有什么危险啊？你说，如果当初我没有上岱山，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幸福啊？不会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这里看起来美好，但实际上危机四伏。母亲，难得出来一趟，你就开心一点嘛。我知道，你在岱山上陪我囚禁了10年，你心里也不好受。我哄你开心，你却总是不领情。但是我知道，
你会永远陪着我的，对不对？走吧。哇，安宁姐姐，不得对将军无礼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只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嘛。北秦公主竟生得如此娇俏可爱，我初见时也吓了一跳。你是任安乐，和画本里描述的一模一样。只见那任安乐一袭红衣，纵马而来。不知这3万水师比不比得上公主的聘礼啊？你们大晋的女子真是一个赛一个的厉害，我喜欢这里。你身为北秦的女子，见惯了风沙，想必应该也是骁勇善战吧？其实我除了吃什么都不会。我哥哥才厉害呢。安宁公主，小姐，我们查到街口那边新开了家酒铺子，十里飘香，我先去买上2坛，离开市还有一段时间，等我买完了我们再会合。好，安乐姐姐，你快去快回，我还想听你讲那个下江南的故事呢。我先去了。那个安宁姐姐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那边好像有很多好玩的。啊，那个。约我的人怎么还没出现？穆青，我听说右边街口的点心铺是京中第一，可是要排很长的队，我走的有点累了，你去帮我买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任大人，您怎么得空来小店？来，请。随便看看，店家你去忙吧。好，那任大人请随意，请随意。你是任安乐？正是在下，我是任安乐。未曾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帝小姐。你认得我？帝小姐名声在外，谁人不识啊？帝小姐这10年在岱山上过得可还好？山中寂寥，日日伴我的只有晨钟暮鼓、青灯古佛。不过好在有太子殿下送我的一些新鲜小玩意儿，不至于太过寂寞。这10年来，你辛苦了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此来采薇轩，我还有别的事情。任大人，失陪了。请问，救命！跟我走。护着他。你没事吧？走。你没事吧？多谢任大人救命之恩。任大人，多谢任大人出手相助。你今日究竟为何来采薇轩？京城中
我能来的地方，也就只有采薇轩了。算了，此地很危险。既然你的人已经到了，就先赶紧回去吧。多谢了。谁派你来的？千月阁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刚刚在街上突然有人给我这个，我便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到底是谁要杀你？我不知道。这京城中，我只认识2个人。我走不动了。我们叫马车回去。既然画不出模样，那倒不如不画了，又何必暗自神伤啊？骆大人，你这走路悄无声息的毛病，看样子是不打算改变了。这京城若连我也改变了，你便连个追忆往昔的人都没了，那该多无趣啊！骆明星，我从未想过，10年之后。被我日夜温习的他，竟全然不复当年模样。也是，岱山上的囚禁之苦，我身为太子，岂能感同身受？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他都是嫡子园。听太子这意思，任安乐的3万水师，你是打算辜负了？骆明熙，在京城里，这番话也只能对你坦诚。我确实对冉安乐心动了，但身为储君，最难以做到的便是随心而活。这一生，紫渊要什么，我都会给。他所求远比我所求要重要。你明白就好。殿下，不好了！我听院叔说安乐姐受伤了。怎会如此？立刻备马。是。天气寒凉，你这孱弱多病的身子，还是不要到处乱走了。殿下，快走吧。寒夜，你终究还是口是心非啊！你别走！我早就说过，在京城里面不安全，以后除非必要，不许出门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要杀我？
此时不宜声张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这远水阁，在我的身边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分毫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怎么会在京城受伤啊？这么胡闹！无妨，就是从马上摔下来了而已。以你的功夫，怎么会从马上摔下来？莫不是有人对马做了手脚？院叔去查了，好像就是马病了。不过殿下如此关心我，倒是让我更加确信，殿下的心到底是为谁而跳了。荒唐！伤哪了？哎呀，腿好疼呀！如果殿下能够将我抱到榻上就好了。院叔，院叔，院叔去给马请大夫了，不在府上。殿下，见死不救可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哟。阿乐姐姐，我听说你受伤了。竟然有这么俊的男子，真没想到我受了这么点小小的伤，竟然让莫霜公主都来看我了。我这今天可真热闹。莫霜公主，在下寒夜。你是寒夜，大晋的太子殿下。你也太风度翩翩了吧！你们大晋的男子都这般风度出众吗？啊，莫霜公主，这话你可说错了。普通的男子哪会像太子殿下这般英俊呢？任安乐，当着北清公主的面不要胡说。对了，阿乐姐姐，你的伤严重吗？不严重。哎呀，就是我的手受了点小小的伤。任安乐，哎呀，有点困了。哎，殿下，你送莫霜公主回去吧。那好，安乐姐姐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请吧，公主。真不愧是太子殿下，这么有君子风度，让你送就送。大人，属下无能，都是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别忘了我给你取名的用意。我细心打磨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受伤。放心吧，对外我会称你生病了，你可以安心养伤。今日到底怎么回事？属下得到消息，
说钟义侯意欲刺杀帝承恩。事出紧急，属下来不及汇报，我便独自前去阻拦。我赶到的时候，沈大人已经到了，是他拦住了帝承恩。那你这伤是怎么来的？属下是去追刺客的时候受的伤，但是最后他们都悉数自尽，无一活口。以后没有我的同意，断不可擅自行动。帝承恩死便死了，他的命值得用你的命来换吗？对了，大人，还有一事。等你伤好了再说。是。好好歇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受伤了也不注意，真当自己是铁打的。不碍事的。你忘了我以前初学骑马的时候被马冲撞的次数还少吗？那时候不是有我在你身边吗？那也不能一直想着这一世都让明熙哥哥来护着我呀。我问过袁术了，那马根本没病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在你眼里，帝承恩他真该死吗？我们所行之事，一招不慎就满盘皆输。我不可能让他破坏我们不好的局。若不是苑琴及时来报，说帝承恩可能会有危险，怕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剑下的亡魂。我在现场捡到了这个。你是怀疑我派人去杀帝承恩？此时我还没有告知寒夜，是希望你能够对我坦诚。10年了，帝承恩可能已经不受控，但是我复仇，万万不可伤害其他无辜人的性命。这个世上哪有不费一兵一卒，不流半点鲜血就能胜利的战争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跟寒夜一样天真了？明熙哥哥，你我都非常清楚，我帝家蒙冤而死，不是死于战火烽烟，而是死在他人的阴谋诡计之中。我就算要为我8万将士洗刷冤屈，我断然不可用这种方式来成全我自己。你累了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小姐，骆大人怎么了？哥哥，你怎么……嘘，小声点。哥哥骗人！哥哥几时骗你了？哥哥就是骗我了。大靖的太子殿下，明明就长得很好看，根本不像哥哥说的有那么丑。你见过大靖太子啊？我觉得大靖太子长得好看，也是好人。我现在已经不那么着急回北秦了。你不能喜欢寒夜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是好人啊。双儿，
这大晋暗潮汹涌，哥哥一个人保护不了你的，你就听哥哥的，不能喜欢太子，更不能嫁到大晋来，好吗？你的帝承恩毫发无损，我的人却身受重伤。这笔账你打算怎么还？对大人有所隐瞒，是属下的错。属下愿用自己的命来偿还。你的命？你的命早就是骆家的了。更何况现在你有了在意的人，你的命一文不值。他不过是个无知的可怜人，对大人而言微不足道。正是因为他无知，所以我才让你给我好好看着他。如果他给我乖乖听话，我便让他继续活着。是。你记着，只要他安分守己，他想要的，我可以帮他得到。一旦入局，哪有什么真正的自由？身为棋子，终是无法挣脱布局人的掌控。任大人，林郎，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任大人，刺杀帝承恩一事与骆大人无关，是忠义侯的刺客要杀帝承恩。这件事都是我自作主张，大人不愿跟你解释，可林郎不想看到你们一直误会下去，从而生分了。救人的是林郎，看来不是骆大人，那究竟会是谁？母亲，母亲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你别害怕。有我在。母亲，到底是谁要刺杀我？这京城好可怕，我应该听你的话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怪我。以后我会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不离不弃。我相信你，以后我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你都不会让我受伤的。你睡了这么久，想吃点东西吗？我今天想吃的那个点心，你给我买了吗？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能做到，一定做到。10年前一伞之缘，京城里愿意为帝小姐提供庇护。小姐，我先进去通传一声。不必了，我只是过来喝口酒。走吧。任大人，您的酒席已经备好了。
今日琳琅病了，所以为任大人弹琴，只能由我代劳了。我竟不知你何时还会弹琴啊！听得多了，耳濡目染，自然会些皮毛。确实是懂一些皮毛，甚至可以说是不堪入耳。明熙哥哥，那日是我做的不对，我确实不应该对你生疑。其实你说的也没错，我就是一个诡计多端、喜欢算计人心的人。哎呀，明熙哥哥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你别用对付寒夜那套招数来对付我，我可不是这一套。管用就行了。明熙哥哥，其实我知道，有些事情你说与不说，做与不做，都是为了我好。那既然你知道我是为了你好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帝承恩已经有了自己的算计，你不得不防他。无妨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废他，而是帮他，保住他这能让我乱中求胜的帝家孤女的身份。好，那这回听你的。他希望帮了他之后，他不要让我失望。至于安宁，她身上的秘密比寒夜身上还要多，但你现在是任安乐，所以他对帝子元的感情，对你肯定有所隐瞒。但我要提醒你，他身上有我们想要的谜底，所以切不可陷入姐妹之情。没想到大晋左相竟是北秦人，你为什么要把莫霜骗来大晋？殿下，恭喜殿下了！古婉莹自请退出太子选妃，莫霜公主离入主东宫又近了一步。都说前日帝承恩遇刺是古云年所为，原来是你安排的。嗯哼，不错。好一个栽赃嫁祸！那么如此说来，莫霜在仁府遇到了寒夜，也是你教人唆使。你在晋国隐忍至今，为何突然动作频频？那当然是因为境不露机，云雷屯也。此前大境内有古云年，外有安宁，二人皆以重兵镇天下，而我北秦只是边陲弱国，自然难以轻举妄动。您不也因此在安宁公主身边蛰伏了足足5年吗？所以眼看忠义侯不稳，安宁回京，你便出手引我妹妹入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殿下，你不会真以为凭你一己之力就能在大境保护莫霜公主吧？你不要忘了，她的性命掌握在谁的手里？我早按计划行事，你又何必以他相先？哼，殿下，做事情呢，莫急。我真正要帮的人，另有其人。谁？帝承恩。他一介罪臣之女，帮他干什么？为何要帮他？他可是帝家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，帝家可是与大晋的开国皇帝并肩打天下的人。殿下呀，你要知道，
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在西北边境受过帝家恩惠的旧部，那可不在少数。现在他就在这京城之中无依无靠，恐怕对我这一伞之恩是感激涕零呐。帝承恩，你来联络，西北情报，我去取。遵命。竟然逼得忠义侯之女退出了太子妃之争，一介孤女，究竟是谁在帮她？难不成是太子？太子殿下为人光明磊落，想来不会干出这种背后威胁之事。无论他背后仰仗的到底是谁，在这后宫之中，还是哀家说了算。大人，你不在房中好好养伤，到外面干什么？天气转凉了，我怕长丝花挺不住。他再挺不住，能比你还弱不禁风吗？锦瑟，扶林良姑娘回去歇息。是。大人还有一事，木青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帝承恩被太后召走，4个时辰都未有消息。那就巧了，我刚收到消息，忠义侯昨日去见了太后。要不要属下？不用。锦瑟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安宁公主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任大人。是，大人。难道我偌大的千月阁，只剩你一个人可以差遣了吗？大人为何要把此消息告诉任大人？若安宁知晓帝承恩被太后召去，恐怕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反应。阿乐一直不相信安宁知道当年的内情，也该让他亲眼看看了。忠义侯还有太后，如今居心叵测，这帝承恩的命留着，还算有待用。大人还有什么要吩咐属下的吗？有。赶快回房里歇息。是。太后娘娘，太子到。叶儿，太子殿下，拜见皇祖母。来给你的皇祖父上炷香吧。是。皇祖母，先帝生前最疼爱承恩，不若让承恩也来上一炷香吧。
承恩来时，哀家也是这么跟他说的。可承恩却说她是一介罪臣之女，不配给先帝敬香。他愿意跪在佛前，潜心抄写经书，为大敬祈福。是，承恩一介罪臣之女，不敢惊扰先帝。承恩，你不必妄自菲薄。非承恩妄自菲薄，而是事实如此。帝家的罪孽，承恩希望以后的日子里可以还清一些。叶儿，来。叶儿，你可是许久没有来看哀家了，是不是政务太过繁忙？孙儿不孝。方才听闻内侍说，祖母头疼欲裂，可是好些了？啊，见到叶儿便是好了许多呢。哀家听说你与那个靖南来的女水匪连破了不少大案。是。这个任安乐倒是不错的。哀家听说他也在太子妃人选之列。帝家孤女以前的性子太过活泼跳跃，在岱山休养了10年，如今倒是沉静温婉了不少。倘若帝家家主瞧见，也能安心了。多谢太后夸奖。承恩，把你抄写的经书拿给哀家瞧瞧。是。字迹尚可。多谢太后夸奖。永宁寺清静安宁，承恩在岱山上每日闻钟声，回想起幼时的桀骜难驯，甚为后悔，所以每日礼佛抄经，清心明志，为太后和大敬祈福。真是个好孩子啊！太后娘娘如若不嫌弃，承恩愿意每日来静心堂，侍奉太后左右。傻丫头，你天天陪着我这个老太婆做什么？哀家若是想见你，就如今日这样便是。是，皇祖母若是想见承恩，告诉孙儿，孙儿带他来便是。承恩，哀家瞧你这衣服脏了，不如哀家赐你一套，带帝小姐下去换套衣服，免得让旁人瞧见了笑话她。是。天色已晚，实在不便打扰祖母，不若让孙儿带承恩先行离开吧。承恩听太后的，请随我来。哀家在偏殿准备了些茶点，你在那儿等他便是。待承恩换完衣服，你们2个自便就是。是，孙儿领命。
先帝呀，先帝，这就是你跟帝圣天为大靖选的皇后啊！帝圣天，你给哀家好好瞧瞧，你们帝家女也不过如此。将军，帝小姐今早被太后召入了宫中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太后究竟何时才能放过帝家？请帝小姐换好衣服，继续跪在此处，认真抄写佛经，为大靖祈福。是。太后娘娘，请给我下等宫女的衣服。太后娘娘，奴婢已经安排好了。哀家的孙子绝不可以跟帝家女有半点牵扯。大靖的储君只有一位，他想娶谁，我这个做祖母的都没意见，但是唯独帝家人不可以。都给我闪开！我要见太后。哀家有日子没见到你了，你这是要拆了哀家的静心堂吗？请皇祖母放了帝承恩。胡闹！为了一个帝家女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帝家满门死去，就这一个女儿，你还不肯放过她吗？快护驾！都给哀家让开！哀家倒要瞧瞧，今日安宁公主是不是要杀了哀家？你年幼失势，所以哀家一直娇惯你，护着你。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就连当年你自请去西北，也是哀家劝皇上答应的。我大靖的公主，自当知晓天地偌大，不成想你回来之后，竟然忤逆不孝到这种地步。你扪心自问，哀家对你是不是仁至义尽？你究竟是受何人挑拨，竟然与哀家生分至此啊！我只想见到帝承恩，确认他是安全的。你好，待安宁公主去见帝承恩。公主，请随我来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。
子源，安宁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快起来，没事吧？啊，不是，安宁，你先放开我，我手上拿着墨条，怕把你的衣服也弄脏了。嬷嬷，让你久等了，我一定会尽快抄完佛经，亲手送给太后。抄什么抄？这墨条，这衣服，你们静心堂就是这么羞辱人的吗？安宁公主，您息怒。安宁，不是这样的，太后对我很好，是我端茶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衣裙，所以太后才送我这身衣服。没事了，咱们走。不行，安宁。安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太子殿下。殿下。荒唐！皇祖母让你带狄小姐更衣，你却在此处对她多有苛待。你是不把皇祖母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本太子放在眼里？太子恕罪，是狄小姐说天色尚早，她要留在此处把未抄完的佛经抄完。不可能，子源不会说这种话。我们走。不，安宁，你放手！安宁。皇祖母若是问起来，便说是我带狄小姐离开的，与安宁无关。是。安宁，你放开，你弄疼我了。子源，你真的不该一个人进宫。公主，我叫帝承恩，这宫里耳目众多，你可千万不要叫错了。今日之事，你生气也好，不满也罢，总之有我在的一天，我都不会再让你独自进宫的。承恩，是我顾虑不周，才让你在宫中受了委屈。安宁性子急，你别怪她。哥哥，承恩没有受委屈，也不怪公主，只是在太后寝宫里抄佛经跪得有些久了，膝下有些发软，恐怕难以独自恢复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公主，既然穆青来了，就快和他回去歇息吧。路上小心。快走啊！太子哥哥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好。太后怎么这般待你？我们回岱山吧，我带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母亲，我等了10年才从山上下来，我不想再回去了。我知道你是心疼我，但是我也知道你会一直陪着我，对吗？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10年前一伞之远，京城里愿为帝小姐提供庇护。我不要再被人踩在脚下了。无论你是谁，能助我便好。 嬷
太子殿下，为何如此愁眉苦脸的？这可一点都不像见了心上人的反应啊！如此看来，太子殿下确实需要一个任安乐在太子殿下身边为你排忧解难才是。任安乐，你真的如你的名字这般，让人百事无忧，只管安乐吗？太子殿下，这就要问问你自己的心了。和任安乐在一起时，是否比平时更加开心？我身为大晋储君，自幼循规蹈矩，从未想过有一日，还能遇见你这般蛮横无理、胡作非为的女子。既然如此，太子殿下为何不放下对帝小姐的执着呢？你也曾去过靖安侯府，见识过那里的破败荒凉。可谁能想到，10年前，那里曾拥有全京城最美的春色。紫渊也曾鲜衣怒马，肆意风流。如今那里已经不再那么烂漫。太子殿下这样放不下对帝小姐的执着，是因为内疚吧？是。10年前没能护住紫渊，我一生有愧。安乐，我不想再借深宫把你变成第2个承恩。你虽不是大家闺秀，名门贵女，可我偏偏觉得，眼下只是一介水匪的你，却挺好。太子殿下，那你可一定要记得，在这天下世间，只有一个任安乐，时不再来，往事已矣。太子殿下，不如就此放下。你不觉得安宁公主对帝城太过在意吗？我与安宁自小交好，我自然是信得过她的。那日在静心堂看见她为帝承恩辩解，我心里面你不必叫我防着她，心里有数就好。整个韩家，我最不想伤害她。速将此信送出，不可透露半点风声。公主，此事万万不可外传，如果泄露出去半分，韩家定然江山不保。不要！我没看见，没看见。此迷香可让人陷入昏睡，难以醒来。殿下，殿下，我听闻京中那些贵女都已经望眼欲穿了，还没到明日的太子妃选妃宴，我就已经瞧见几位来咱们太子府转悠的。你若是把心思都花在书本上，他们再晃悠，也入不了你的视线。
我这不是事关太子殿下的终身幸福吗？我不得不为殿下多看几眼，不是吗？哎，这赵小姐兰心蕙质，高小姐优雅端庄，这文小姐更是出身武将世家，英姿飒爽。听说这骑射功夫可谓京中一绝啊！殿下，再绝也绝不过任安乐。我就说嘛，殿下，你心里还是记挂着安乐姐的。那既然这样，为何这请柬不送给她呢？我自有考量。若是殿下公务繁忙，温硕愿意代劳。书院备了吗？书院啊，那日给院琴挡太阳，等完以后就不知道放哪了。去找。近日，韩烨自从见了帝承恩之后，便没事就来凌香楼找我倾诉衷肠。我这点好茶呀，都快被他喝光了。等了10年的人面目全非，他内心的惆怅在这京城中也只能来找你倾诉了。但这韩烨不傻，时间一久，怕是会露出破绽。他与弟子元是10年未见，并不是10天。就算那个人与他想象当中的有些不同，他也不会弃若敝屣。只要他是弟子元，其他的一切对韩烨来说都不重要。眼看明日就是太子的选妃宴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又如何？还不是进不去这太子选妃宴。难道你没收到请柬？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子远，从江南回来，我便觉得你有些不对劲。你该不会是对太子殿下动心了吧？我确实对太子殿下心动了。毕竟他是大晋的储君，是韩仲远最珍视的儿子，是能让我们翻盘的关键。对这样一把锋利又趁手的刀，我当然心动了。但我要提醒你，你千万不可忘了此次你回京的目的是什么。10年隐忍，一路拼杀才走到今日，到底为何来京？这一点我比谁都要清楚。所以太子选妃，必须有我。我会让世人知道，我是任安乐。任安乐，便是弟子元。好，你放心，无论前路如何，我都会陪着你，直到让这天下人都看到帝室平反的那一天。只是眼下万事俱备，太子的这阵东风迟迟不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既然这风不来，那我们就只能靠自己了。我已经着院书在城中散播消息，此外，现在京中已传得沸沸扬扬，任大人没有收到选妃宴的请柬，众人都在说他当选太子妃，大概是无望了。朕的这个太子啊，为了帝承恩能入主太子府，真是竭尽所能啊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殿下，太子殿下忙着呢。安乐起来了。任大人，太子殿下正在处理公务，说了今天谁也不见。哎呀，他肯定想见我，我来啦！有什么事让他进来吧。太子殿下，哎呀，太子殿下，喝茶呢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啊？哦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有什么事啊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呢？太子殿下，身为一国储君，你要好好休息，劳逸结合才是。
任安乐，这里是太子府，注意你我的身份。那好吧，我今日呢给太子殿下带来了一本珍稀的书籍，仅此一本，还望太子殿下可以过目。任大人有心了，我近日无暇阅读闲书。珍稀的书籍啊，让我看可有多珍稀。太子一盏下肚，脸上微醺，醉意朦胧。他一面宽其衣，一面将任安乐推至墙角。怎么样，太子殿下，这个画本你喜欢吗？既然太子殿下没有时间来读，那些百姓肯定有时间啊。明日我就让院请院书印上个180份，到时候给大家发下去，一定会成为最热门的画本子。任安乐，你太子殿下，一个画本换一张请柬，这交易不亏吧？好。哎，太子殿下早点给我就是了，那我就不用费脑子写什么画本子了。那殿下，你是终于要给安乐姐请柬了是吧？我知道请柬子，我给你拿。我是说，好，把这本子拿去印。殿下，您可要看仔细了，这里面那么多虎狼之词，要是传出去，那可是要毁了你的清誉的。只不过是一些民间的流言蜚语，我既身为储君，自然要顶得住舆论的压力。更何况，这是任大人你费尽心力编写的，那自然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任大人你的斐然文采才行啊。任安乐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的脸皮很薄啊？太子殿下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你身为君子，若是这种东西传出去，到时候你我之间的传言可是会愈演愈烈哦。既身为君子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又何必在意他人议论？太子殿下当真问心无愧吗？既然太子殿下都已经想不起来了，不如安乐就帮太子殿下再回忆一下当日的情景。你不要妄自菲薄。既然你对我有情，为什么连一个请柬都不给我？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派人送来手谕，邀请任大人参加太子选妃宴。陛下亲笔的手谕可比太子殿下的请柬贵重多了。告辞。大人命千月阁查询皇宫旧日起居注，可是有了结果？先吃个这个。甄安宁在嘉昌6年腊月的时候，在太后寝宫外玩耍，不慎落入水中，昏迷数日，噩梦连连。太后大怒，一怒之下便赐死了当日陪伴的太监梁喜。之后，安宁公主虽在太后的悉心照顾下康复，但是安宁康复之后，便自请戍边。虽然嘉昌帝和太后多次劝阻，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西北边境，10年未归。而且这10年，也甚少与嘉昌帝和太后有书信来往。便是在此期间，帝家被诬陷与北境勾结，满门抄斩。太后赐死梁喜，安宁公主为帝承恩，大闹静心堂。大人，我也没想到，帝韩两家的血海深仇，还有活着的人证。陛下竟然给任安乐下了一道手谕，邀
请他参加选妃宴。任安乐毕竟有3万水师，陛下或许有他自己的考量吧。那安宁呢？他不是跟帝子元自幼交好吗？怎么对我也如此冷淡？看来他们的感情也没有多深厚，还比不上一个晋南来的水匪。深宫之事，安宁公主自然了解。她不让你当太子妃，或许有她自己的打算。可是她却不知道，被人肆意践踏、折辱是什么滋味。她是公主，即使手持长剑，闯入太后宫里，也不会受到半点责罚。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跪在太后佛前，长跪不起，也换不来太后一个正眼。我从不看轻你，你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？她不是别人，她是能决定我生死的太后。深宫诡谲，随时都有可能丧命，我又何尝不知？只是母亲，如果我现在回头，难道我就能安然无恙吗？太后她会放过我吗？你若愿意回头，我愿用生命换你余生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母亲，我要我们都好好活着，风光的活着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牢牢抓住太子。母亲，去帮我把那件红牡丹长裙拿出来熏香。明日，我要在选妃宴上漂漂亮亮的出场。还有，帮我准备1桶冷水。你要冷水何用？沐浴。冷水沐浴必定会伤身的。要的就是受凉生病，好让众人看清楚我在太子心中的分量。如果他乖乖听话，我便让他继续活着。你给我好好看着他。我不帮你，是因为不想看到你从岱山上下来，又陷入到另一个牢笼。我只希望你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。骆大人，任大人，我来恭祝你顺利入主太子府。骆大人就对我这么有信心？我对你当然有信心了。不过，我听说这帝承恩以冷水沐浴，要以生病为由压轴出场。哎，这寒冬腊月的，为了能够赢得寒夜的关注，还真是难为他要这么作践自己。这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话说回来，他既然如此招摇，那不妨顺势而为。我想过了，我们的藩案正需要这么一位帝姓太子妃贯穿始终。她若当选，一来会让民间更加关注帝家旧事，为藩案先行制造舆讼；二来，皇家对太子妃身份投鼠忌器，既能保障她的安危，也方便我蛰伏到藩案之事。确实一举两得，但你别忘了，你可是十分爱慕寒夜的任安乐，本该打压帝承恩才是。放心吧，如今我已经演得熟能生巧了，
就看我明晚如何出演一副明惨暗捧的戏码。母亲，这水为什么是热的呀？冷水对身体无益。我方才说的话你没明白吗？我要的就是受寒生病，好在太子选妃宴上压轴出场，赢得太子多一份的关照。现在没有人看清你，是你自己在糟蹋你自己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都是最怜惜我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我生病了，不是还有你照顾我吗？即便你出此下策，但这选妃宴一旦踏入进去，便是凶多吉少。你好自为之。不要回岱山了，再也不要受他人折辱，我一定不能输。好了，小姐，你看看这个头饰是不是特别衬您？明天啊，你就戴着它，一定是最闪耀的星。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下去。这发簪不是挺好看的吗？把它戴上。哥哥，使君称让我明日素淡些。你就穿这件吧，莫霜穿这件最好看。可是哥哥，使君他说太子他不喜欢奢华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打嫁给寒夜的主意。我没有打大靖太子的主意，只是哥哥，这凌香楼的赌局，要是我这北秦公主一败涂地了，可怎么办呀？你是北秦的公主，不会是他大晋的太子妃。你要切记，千万不能嫁到大晋来，此事不可儿戏。明日赴宴，你自己多小心。不管，我一定要打扮成殿下喜欢的样子去见他。
拜见皇祖母。拜见陛下。太子，今夜是你的选妃宴，怎么不穿得隆重一些？上公举准备的服装过于奢华，臣以为今夜只是选妃，而不是侧妃，所以不敢太过于大张旗鼓。本宫知道，太子一向喜欢肃静，太子妃可不能如此敷衍呐。这簪子是你母亲留下的，你若是看中了谁，就当众戴在他的头上。太子向来懂事，本宫相信，你一定会做出对的选择。殿下，你怎么还不过去啊？而且你今天怎么穿的比我还朴素啊？今天本就不是什么好日子。文叔，一会儿在宴会上，你也不可过分玩闹。哦。安乐姐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安乐姐，苑舒和苑琴呢？哦，他们俩喜好热闹，所以就先提前过去了。哦，殿下，那我也先去看看。走。太子殿下方才是看呆了吗？我只是想起了某位故人，又见你行女子之礼，有些意外。这有什么意外的？今日我又不是以大理寺卿的身份来的，我是以倾慕太子殿下的女子身份来的。你说这么多年没见，还能有多少情分？但太子殿下对他念念不忘啊。说的也是啊。可是其他人没有竞争力啊。所以我参加这个是接人。安宁公主到。安宁姐姐，安宁姐姐，小墨霜如此打扮，更显得清丽可人啊。哪有，安宁姐姐才是真正的美人呢！你看看你，不管怎么打扮都这么好看。对了，公主，我听说你马上要开始选驸马了。我爸有个哥哥，他相貌英俊，武艺也高超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多谢你的好意，只是我对驸马没兴趣。啊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不过安宁姐姐，我相信你驰骋沙场，定不比任何男人逊色。将军，入座吧。太子殿下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那真的是那个自小在土匪窝里长大的任安乐吗？对呀，
你听说这个任安乐大字不识一个，是个粗人，怎么竟一身儒雅气息？回禀殿下，吉时已到，唯有帝家小姐和钟家小姐未到。无妨，请开席吧。派人去查看一下，他是因何事耽误的。是。你去查一下。是。帝家小姐还没到，殿下，你就不等她了？眼下陛下和皇祖母还容不下他，若是因我张扬，因他而耽误开启，反而会害得他再遭针对。这帝家小姐还真是好命啊，能够得到太子殿下如此关照，求之不得。这是我欠他的。他要是不来更好，我就少一个对手，岂不妙哉？云姐，我看了这么多家小姐，还是咱们安乐姐跟殿下最般配。太子的选妃宴，温公子倒是上心的很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温公子正值年少，爱看美人，当然是人之常情。哪有，云姐，我平日明明只看你的。苑琴走了。哎。病成这样，还是不要去了。我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这些努力我不能白费。你这就是自作自受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。过了今晚，我必须成为太子妃。母亲，你会一直站在我身后的，对吗？万事小心。殿下，敬酒。太子殿下敬酒，请众贵女移步。别看了，太子殿下，安乐就在你眼前，你还在这心不在焉，一点都没有君子风度。你看，今日花好月圆，宾客满座，让安乐有一种要来参加我们俩喜宴的错觉。任安乐，这一杯，我也祝你能遇到更好的姻缘。那安乐就祝太子殿下今日能够择得心仪的太子妃，让安乐断了念想，从此以后不再自欺欺人。殿下，帝小姐来了。
这帝小姐穿着如此浮华，怕也是不合殿下的心意啊。承恩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我来迟了。无妨，起身吧。是。狄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都怪承恩身子太弱，昨夜受了点凉。若是病了，我命人带你去偏殿歇息吧。不碍事的。承恩思念殿下，不想错过这次和殿下相见的机会。来了便好。起立。是。带狄小姐入座。谢殿下。这边请。还以为这帝家小姐多与众不同呢，竟用这种手段来博取太子殿下的关注。就是，真不识大体。将军，他们不值得你生气。他怎么可以穿得如此艳丽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他真的忘了吗？安乐以前从未见过太子殿下如此关照过一位女子，以为太子殿下不懂怜香惜玉呢，原来惜的不是安乐这块玉啊。任安乐，你是我大晋的股肱之臣，相比怜惜，你更值得我的尊敬和赏识。相比关照，我更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相互扶持。哦，任大人是陛下的宠臣，今夜能来此宴，是承恩之幸。他什么意思啊？这一番话年中带刺，还在提醒咱们小姐呢。你在太子殿下眼中只是个臣子。任安乐与我一起出生入死，荣辱与共，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臣子，还是知己。太子殿下，我以3万水师为聘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求聘，世人皆知我心悦于太子殿下。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是你的知己啊？哎，可是我怎么记得那夜太子殿下喝醉酒之后可不是这么说的？说的是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您不喜欢饮酒。我的习惯你都还记得。和殿下在一起的时光，承恩永远不会忘记。子渊，我也是。我虽然不喜欢酒，但我却记得你最爱酒。殿下，我已改名承恩。是我忘了，承恩。
喝酒。大人，你这是在关心任大人吗？我是担忧安乐已对寒夜动心，这选妃宴他要亲手将寒夜推入帝承恩怀中。你说他能不能狠得下心？那大人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任大人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姐姐，你就是太子妃候选名册上的帝承恩吗？是。我在北秦的时候就常听人说，大晋太子非要帝子元做太子妃不可。后来我到了大晋，也见到了太子，却发现那个选妃名册上没有帝子元，只有帝承恩。姐姐，你和帝子元是一个人吗？一介罪臣之女，不会以为自己改了名字就能脱胎换骨吧？在岱山上关10年，就算有脾气也都磨平了。我看他如今啊，不是挺低眉顺眼的吗？因为贪慕皇城里的富贵，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愿意改，什么帝家后人，我看就是个笑话。住口！太子选妃，何时轮到你们指手画脚？安宁，帝小姐之名乃圣上所赐。于我而言，帝承恩与帝子元并无二致。原来是陛下赐名。那承恩姐姐，我在北秦的时候听闻帝家有一门绝技。我也听说过。太子殿下与帝小姐自幼相识，又对她如此的牵肠挂肚，想必也知道吧？不如由太子殿下来说给大家听听。这个绝技，并非什么值得拿出来展示的绝技。看来帝小姐不想透露这绝技了，那安乐就更加好奇了。太子殿下，这门绝技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。他从小就不爱提，怕丢脸。这绝技怎么会丢脸啊？这帝家绝技啊，其实就是个玩笑，外人都以为是帝家家主帝胜天所创的武功绝招，实则是帝家家主的棋艺率直，屡屡让人看穿棋路。可他为人偏又爱下棋，到后来棋艺并未精进，反而多了一门绝技。是什么？悔棋。啊？据帝家家主的说法，悔棋师从其父，是帝家不外传的绝技。因生病迟到，哼，真亏他想得出来呀。看来改名承恩，并没有磨灭他的野心。他也知道太子对他的重视，是夺得太子妃位的关键。可惜他还不明白，逼得太子一记垂眸，一次相扶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终究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。只要有我在一日，帝家女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走，随哀家去瞧瞧，他还有什么花招。太子殿下，今夜良辰美景，小女自幼习琴，愿为殿下献曲一首。好。慢着。
我倒是想看看帝家小姐的琴艺。听闻帝家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知可否让我这个女水匪来开开眼啊？任大人，帝小姐今夜身体不适，恐怕难以登场献艺。任大人若是想听，可以改日到她的府中拜访。殿下真的好护短啊！我帮着殿下办了2个大案，还那么千辛万苦的下了江南，半点恩宠没捞着不说，现在想听个曲子都难。殿下，我可以献曲。任大人劳苦功高，为殿下尽心尽力，臣恩自当是要献上一曲，作为报答。他好大的口气啊！还没进太子府呢，殿下的臣子竟要他来替殿下报答了。那帝小姐快开始你的表演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殿下，这帝小姐的琴艺如此高绝，您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起过呀？子渊他从小便爱舞刀弄剑，不善琴艺。但这岱山上无刀剑可舞，许是靠练琴来打发时间了。岁月最是磨人，子渊的是被生生磨成了现在的帝承恩的。帝子渊，你为何要在今日弹奏这样的曲子？安宁，我已经改名承恩了，你可不要叫错。这曲谱是殿下寄来岱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有何不妥？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。把这折辱当恩赐，把仇人当亲人，把这忌日当喜安宁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醉了。我记起来了，今日是晋安侯的忌日。晋安侯，那不是帝小姐的父亲吗？自己父亲的忌日竟还穿得如此艳丽，还奏曲作乐呢。今日是宫廷宴席。帝小姐穿着华丽，遵循礼制，并无不妥。安宁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的错。可是我身着华服，奏喜乐，是希望九泉之下的父亲可以安心，知道韩家没有亏待女儿。当年不可一世、张扬肆意的帝家女，如今变成了这副脾气。承恩，该是说朕给她起了个好名字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是我害你沦落至此。我没有资格指责你。承恩，看在你我情分上，
你们也不能听我一次，不争这太子妃职位吗？安宁，别闹了。待山上的日子孤苦清冷，能陪在殿下身边，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我的心意不变，太子妃之位。我支持任安乐。将军，别管我。如此看来，他对皇家的依顺是出自于真心。陛下，您可以心安了。若是他真心臣服，朕就遂了太子的心愿，立她为太子妃，也未尝不可。只有歌，自然得有舞。我们北秦的剑舞可厉害了，殿下，要不然让墨霜为您跳一曲。好，那就有劳墨霜公主了。公主这是怎么了？我应该是坐得太久，腿抽筋了。对不起，殿下，墨霜恐怕不能献舞了。无妨，公主歇息便可。既然墨霜公主不能献舞，不如就由我来代劳吧。好啊。我竟不知你还会跳舞。安乐粗人一个，自然是不会的。不过我倒是会几招剑术来哄殿下开心，需要帝小姐来为我伴奏，可以吗？能为任大人伴奏，是承恩之幸。如果太子殿下不介意的话，承恩奏一曲《梅花落》吧。此曲是我刚入宫时，你日日教我，我才勉强学会的。自然记得。太子殿下，明明是安乐要献艺，你却只关心帝小姐弹什么曲子，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任安乐，此处空间狭小，你要舞剑，未免束手束脚，要小心，不要伤到自己。放心吧，太子殿下，你就擦亮双眼，看安乐的吧。